你有没有发现，银行卡总会莫名其妙被扣掉一点费用，1分几毛钱的，多数人都不会在意。但一家银行上千万甚至过亿的客户量，每个月都扣上那么一笔，这个数字就相当恐怖了。偏偏有个银行柜员就打起了这1分钱的主意，并靠着它赚了上千万。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他叫伊曼，是一个普通的银行柜员。就在这天，他注意到银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以各种服务费的名义扣掉客户几分钱的余额，总共接近1000万的客户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于是他突发奇想，反正客户也不会发现，如果趁机多薅1分钱，那么一天他将会有10万的收入。想到这里，伊曼便开始了薅羊毛之旅。他先是写了一个电脑病毒，伪装成工作信息，附带在邮件上发给上司。对方果然没在意，放松警惕，点开了邮件。伊曼就这样控制了他的电脑，甚至能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通过主管的这台电脑，伊曼把病毒散播到了银行的每一台电脑上。网络中心那边的机器蓝屏后，就会尝试重启。这时候他需要输入密码。等伊曼拿到密码后，他就能进入银行服务器，掌控所有客户的资料。接着，他向950万名客户的账单中都扣除了1分钱，通通标记为服务费，这就有了95000块。但这笔钱要转出去，肯定不能用自己的账户来收，这样风险太大。为此，伊曼找了银行里一个10年都没有活跃的账户，成功将钱转到了那里。Yes! Yes! Yes! 然而下一秒，耳边却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就在2天前，伊曼还是个安分守己的打工人，虽然技术过硬，但却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当个月薪2000的柜员。反观同在银行里与自己青梅竹马的英坦，已经早早成了网络安全主管。可但凡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还得靠伊曼出马。伊曼早已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但命运却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这天，父亲突然病倒，需要一大笔手术费。正当伊曼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黑帮却又突然把他绑走。原来父亲早些时候还借了点高利贷，留给伊曼的时间只剩下2天。在双重压力之下，伊曼病急乱投医，打起了那个1分钱的主意。如今刚刚成功，高利贷便再次找上门。伊曼现在虽然有钱，但还没来得及去取，只能先转身跳楼逃走。钻进一台出租车后，双方在马路上开始狂飙。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伊曼还得思考这笔钱到底应该怎么取出来才最为安全。首先，肯定不能直接网上转账，那样都有记录，风险太大。其次 ，ATM 又有取款的限额，所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去柜台当面取。凭借着对银行业务的了解，伊曼伪造了一份公司邮件，提前向银行确认会有人过去取钱。而此刻，后方的追兵已经抛出了枪，但司机黄毛也不是个一般人，看见子弹射过来，不仅没有怂，车还越开越快。在一番极限操作过后，终于率先到达银行门口。伊曼赶紧亮出提前伪造的证件，成功将钱取走，不仅还清了高利贷，剩下的钱也足够安排父亲进行手术。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可当伊曼第2天回公司，就看到上司在昨晚遭到了枪杀的消息。安保立刻封锁了银行，等待警察到来。在前台的伊曼慌得一匹，因为上司的电脑里还有自己昨天发的那封邮件，要是被找到了，植入病毒的事也将彻底曝光，所以他必须赶在警察之前从服务器上删掉病毒。可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权限进入机房。一想到这里，伊曼紧张地在厕所吐了。就在这时，网络部的一位员工正好拉肚子，急忙中把手机放在了洗手台上。一瞬间，伊曼来了主意，他撕下对方手机的钢化膜，一枚指纹清晰可见，而这就是进入机房的钥匙。他换上清洁工的衣服，避开所有耳目。先是来到网络中心，伊曼强制升级系统部件，暂时关掉了银行所有监控，为自己争取到了15分钟的时间。经过搜索后，他在能够进入机房的员工中随便抽取一位倒霉蛋，复制了他的工牌，最后利用他终于成功到达机房，开始在服务器上进行操作。而这个时间点，安保也已经察觉到异常，随后就赶到了现场。伊曼在跟对方一番周旋下，为自己争取到了点时间，病毒顺利被删除，而他本人也在最后一刻成功逃离机房，回到了前台的岗位上。今天这事儿算是有惊无险度过。可等伊曼晚上去探望父亲的时候，才从护士的口中得知，后续的住院费用原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伊曼这次偷出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早知道就多偷一点了。现在银行全员戒备，完全没有再下手的可能，这令他再次陷入难题。而当伊曼抬起头望向各个银行标志的时候，瞬间萌生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银行又不止他们一家。于是伊曼故技重施，将国内8大银行都植入了病毒，一共8000万的客户，每人薅1分钱，意味着他可以一次性拿到80万。靠着这笔钱，他不仅治好了父亲，两人还搬离了出租屋，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可就在他们享用着豪华晚餐时，门铃却再次响起。
毫不起眼的1分钱是如何让一个普通银行柜员在2天之内住上豪宅、开上豪车的呢？伊曼的报复神话引起了高利贷的注意，他们持枪闯进家来，以老爷子的性命威胁伊曼说出赚钱的秘密。眼看父亲因为受不了刺激，当场心脏病发倒下，伊曼只能赶紧全招。他拿过笔记本电脑，让高利贷随便报了个银行，然后没3两下就黑进该银行的服务器。这家银行一共有700万客户，利用熟练的操作，他从每个账户里薅1分钱，汇总到一个休眠账户里。高利贷本还不相信，结果他刚报完卡号，就立马收到了到账提醒。他这才明白，伊曼是一只会下金蛋的天鹅。于是他们决定榨干他的所有价值，索性在豪宅里住了下来。但伊曼也没有坐以待毙，等待几人放松警惕后，偷走了手枪，结果却因为不会开保险栓，反被对方暴打了一顿，最终还得老爷子出马。Jangan sentuh anakku. Come on. 父亲带着伊曼逃到停车场，打光了所有子弹后，开着新买的跑车狂飙起来。本以为可以轻松甩掉对方，结果跑到半路车没油了，两父子只能弃车逃跑。可惜父亲患有心脏病，没跑几步就被抓走了，只剩伊曼一个人成功逃脱。无家可归的他只能求发小英坦暂时收留，但伊曼对自己遭遇的事却绝口不提。而他不知道的是，英坦早已怀疑上回银行发生的事故8成跟他脱不了干系。随着高利贷发来勒索视频，伊曼知道自己必须找一个帮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次开车的司机黄毛，对方也是个讲究人，在收了伊曼的钱后，就带着伊曼拜见了当地黑帮女老大，对方黑白2道通吃，附近的人都尊称她为妈妈。而高利贷所在的社团最近正好与他产生了冲突，伊曼立刻表示，只要能救出自己父亲，多少钱他都肯付。本以为妈妈会帮这个忙，结果对方却一口回绝。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黄毛只能冒险出击。他靠着地下的关系，很快就找到了伊曼父亲被关押的大楼。好在这里鱼龙混杂，伊曼很快就把父亲救了出来。结果还没走2步，高利贷的手下就出现在眼前。这时他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圈套，他们正等着伊曼上钩呢。就在高利贷准备好好驯服一下伊曼的时候，隔壁房间突然传来枪声，另一队人马随后出现，现场瞬间爆发枪战。伊曼本想趁乱逃走，结果在一个房间里被高利贷堵住了去路。对方虽然大势已去，但还是要拉着伊曼垫背。Kalau saya tak dapat bawa, tak ada siapa pun boleh dapat bawa. 开枪的人正是妈妈。等救走了父亲之后，伊曼便准备跟妈妈达成合作。但令他最想不通的是，妈妈为何当初先是拒绝，之后又突然过来救他？对此，妈妈只说了一句话 ：Dunia ni ada 2 benda je, setia, berani. Kau tak ada 2 benda ni, aku tak kena ambil. 这说明伊曼现在已经过关了吗？妈妈并没有回答。等他前脚刚走，2名警察就突然出现，把伊曼掳走。警察逼迫伊曼合作，把昨晚枪战的幕后黑手供出来。可伊曼无论面对怎样的残酷逼供，甚至是死亡威胁，也没有透露出半点信息。此时，妈妈才从身后出现。原来这2个警察也是妈妈的人，这也表明伊曼总算通过了考验，正式成为了妈妈的手下。但他并没有着急下一步行动。眼看随着银行的不断调查，伊曼的嫌疑越来越大。他知道自己必须找一个替罪羊，才能继续安心干活。最终，伊曼选择了网络部的一位同事，趁着对方休假当天黑进了他的电脑，将病毒的证据留在里面，然后把那张伪造的证件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果然，很快那位同事就被安保带走。银行方面认为一切已经水落石出，英坦也表示很抱歉之前怀疑了伊曼。在撇清了所有责任后，伊曼在这天正式离职，开始了全职的黑客道路。全国8大银行加起来有8000万客户，这里的每一个账户每天都会被悄悄划走1分钱。只花了2周的时间，伊曼就神不知鬼不觉从他们身上偷走了1000多万。这些钱一半归黑帮女老大，一半归自己。伊曼将自己的钱存进了新开的公司账户上，就算税务局来查，他也早就准备好了单据和假账。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每天都只取一部分钱藏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可没想到的是，妈妈的胃口越来越大。为了资金周转，他吩咐伊曼在1周内要准备好1000万现金。按照目前的进度，根本不可能凑齐，但要是一天进行多次交易，必然会更加容易暴露。伊曼只能冒险提高了每次偷钱的额度，接下来就听天由命了。在不用为钱担心之后，伊曼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他请了黄毛当助理，两人终日沉浸在纸醉金迷当中。而与此同时，伊曼先前就职的银行在经过仔细的调查后，终于发现了端倪。一个休眠了10年的公司账户，竟然在近期突然出现交易。英坦进入后台看到客户的数据，才惊奇地发现，他们在2个月前同时被扣掉了1分钱的手续费。
在发现这个秘密后没多久，英坦的助手就在地下停车场被一个神秘人当场枪杀，而他家中的调查资料也被一扫而空。随后，英坦从银行的技术总裁口中得知，这个名叫小李子的助理入职信息全都是虚构的，国家资料库里根本没有这个人的任何数据。当晚，伊曼也在电视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从杀手的衣着看出这个人就是妈妈的手下。这时候，伊曼才反应过来，照这样下去，英坦迟早也要被对方干掉，甚至父亲的安全也不会得到保障。伊曼当场表示要退出，但妈妈怎么可能放走他的摇钱树？要想退出，他只能先除掉妈妈。于是伊曼带上所有的钱，找到了当初高利贷的余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们也一直在找报仇的机会。看在钱的份上，双方还是达成了合作。至于暗杀妈妈的计划，伊曼也早已想到了办法。一般来说，每次偷完银行的钱后，他都会伪造一个身份信息，去对应的银行把钱取出来。而这次，他把病毒植入在身份文件里，发送给了妈妈的贴身保镖。对方一点开文件，伊曼就控制了他的手机，从而拿到了妈妈的行程表。黄毛这边则负责安排人手，布置好动手的地点和时间。就在当天，几人果然在妈妈安保最脆弱的时候，将她堵在了一个饭馆里。可奇怪的是，面对几支枪口，妈妈根本一点都不慌。伊曼果断扣动了扳机。没想到手枪里竟然没有子弹，几声枪响过后，伊曼的人全部倒下。原来黄毛是妈妈的人，他的真实身份是妈妈收养的儿子，一直被安插在了伊曼的身边。伊曼只能束手就擒，被绑了回去，并且他还从新闻里看到他第一次入侵银行偷钱这件事被曝光。伊曼就这样成了人人喊打的通缉犯，媒体都叫他1分钱小偷。他也是这时候才知道，甚至银行里的技术总裁也在悄悄帮助妈妈洗钱。此时，妈妈命人将电脑带来，要他亲自示范如何在银行偷钱。伊曼深知，要是照做的话，自己就没有了利用价值，肯定会被灭口。可就在这时，黄毛拿了一袋子老鼠进来，将它们放到了麻袋里，然后套住了伊曼的头。饥饿受惊的老鼠在里面到处乱窜。酷刑之下，伊曼的心理防线崩了，他只能任由摆布，操作偷钱的全过程就这么被妈妈拍了下来。等一切完成后，黄毛把伊曼带到桥底，准备将他就地处决。在生死一线之际，伊曼突然看到一枚1分钱的硬币，就放在一块砖头上面，这仿佛就是上天的启示一般。趁着黄毛不注意，他抄起砖头就扔了过去，立马转身逃跑。两人在追逐的过程中，已经晕头转向的黄毛不慎被汽车撞死，伊曼这才成功逃出了升天。但他并没有一走了之，因为他必须把银行的病毒先清除掉，阻止妈妈用同样的手段继续偷钱，然后准备自己再向警察自首。于是伊曼持枪重返银行，在挟持了一个人质后，终于来到了机房。结果在这个时候，英坦却突然出现。明明伊曼是来帮忙的，但无论他怎么解释，对方也不肯相信他。此时，大批的警察已经包围了银行大楼。为了诱导伊曼投降，警察让伊曼的父亲亲自喊话。父亲在话筒里诉说着儿子犯错的初衷不过是为了救回父亲一命。无论其他人怎么说，他至今依然相信儿子一直是个好人。听到这儿，英坦总算放下了枪，让伊曼赶紧删掉病毒。可是整个过程需要时间，就在完成的前一刻，安保还是追到了这里。伊曼知道他也是妈妈的人，三个人缠斗在一起，争取到了最后的时间。可混乱中，对方还是夺回了手枪，将枪口指向了英坦。在危急时刻，伊曼挺身而出，为他挡下了子弹。警察这时候才姗姗来迟。事后，伊曼被送上救护车，整部剧仿佛进入尾声，却突然迎来反转。新闻里报道，当时伊曼所在的救护车忽然凭空消失，人也不见了踪影。而另一边，伊曼从床上醒来，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熟练地操作着电脑。这是一个叫数字轮回的国际黑客组织，从所有人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在欢迎伊曼的到来。而此时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早前已经被枪杀的小李子，也就是英坦的助理。他们的复仇计划才刚刚开始。Hey bro, welcome to Digital Karma.